不吃药不开刀能逆转50肩吗？我有一个患者，他没有开刀也没有吃药，他只用了一个方法，就让他的手从30度举到180度。今天邀请到复健科医师徐子恒来告诉大家，50肩只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处理，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关于50肩与疼痛的迷思，一次为你解答。雄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关于手的疾病真的很多很多啊？而且像你看，我们这种生过小孩，有时候会有那种妈妈手啊，妈妈手，对啊，晚睡到症候群之类的，网球肘，对。可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可能跟你没有关系，叫50肩。你看，我希望可以晚一点再跟我有关系。我真的等过50肩，真的痛不欲生，对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复健科医师而且是疼痛职人诊所的徐子恒院长。院长你好，院长你好，各位观众好，哲鑫哥好，琼芳姐姐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50肩呢？在日本的时候发现说，女性好像在50岁的时候会发生，那是因为有荷尔蒙的波动啊，让肩膀平常的一些受伤啊没办法消炎代谢掉，所以就发现说，这群人特别容易得到肩膀痛，然后就把它命名成叫50肩。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是不是要肩膀举不起来才是50肩？其实不是50肩它是一个肩膀的发炎的疾病，所以它会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肩膀的发炎造成的疼痛，第二个才是肩膀举不起来。那我们常见很多人初期50肩是没有举不起来的问题的，那他可能会有，例如说妈妈晒衣服的时候，或者爸爸晒衣服的时候会有肩膀的疼痛，手举高会痛，开车的时候去拿东西，一拿东西都往后拿，发现肩膀疼痛。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扣内衣，女生常常发现说，自己扣内衣没办法扣，或是没有办法抓痒。对，也有很多人说他不能抓痒。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他睡觉的时候会痛，其实你如果睡觉都没在做任何事肩膀不应该疼痛的。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疼痛，表示说他有一个发炎的情形在。那这就有可能是早期50肩的病灶。所以从这些症状来观察这样子。那医生我也蛮好奇哪一些人比较容易得到50肩？是因为他平常有做错什么动作吗？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其实反过来的50肩是一个有发炎性的疾病，所以如果你会让你的身体让你肩膀有发炎的情况，那它就容易得到50肩。例如说有一些人糖尿病是一个全身发炎的状态嘛，或者有些人常常抽烟你身体里面其实也在发炎的状态。那还有一些人甲状腺的功能有异常，不管是升高或低下都有可能。那最后呢，例如说有些人肩膀受过伤，然后在骨头里面有一个反复的摩擦造成发炎，然后最后就产生一个创伤后的50肩。因为其实50肩的朋友真的很多，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来整理，就因为网友就想敲碗想知道常见的问题。第一个，50肩没有去看医生，他会好吗？我们去查 Google 会发现很多人说50肩你摆着2年就会好，但其实这是以前误传。2年生活品质很差先不管它有没有好，过去的研究有一份研究写说，这个50肩它在疼痛期、冰冻期，最后到解冻期2年就好了。但是它是拿一个案例来说明50肩，所以大家抄一抄变成道听途说说每一个人50肩都会好。但其实在近10年来的研究发现，不去处理它，大概只有40到60%的人会好。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你大概只有一半的人可能会好。但是你如果要好的话，摆着好，它可能是会经过到2到7年。也就是说，最惨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去看医生，你可能7年才会好，而且有一半的人还不会好是，所以还是要去看医生。对啊。那医生，我们这边有第2个有关于50肩的常见问题。50肩呢，如果是越痛的话，是不是越要去动，越要去拉，还是说多休息比较好呢？这就牵涉到你的50肩的分期了。第一个分期叫疼痛期，或者说发炎期。这时候就像一个失火的房子一样，你这时候不应该去运动或是拉它，因为这样就有点像火上加油嘛。那这时候你应该先消炎嘛，然后才去做运动。那再来50肩再往下进展会变冰冻期，这时候的肩膀又痛又黏，这是常见我们看50肩的病人的情况，手举不起来的状况。这时候你除了消炎之外，你可能才会开始带入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拉伸啊等等的。最后呢，如果你运气好，可能进入解冻期。或者有一些人不好进入顽固期，这时候就会很多的拉伸运动或者肌力训练。那有些人就问说是不是要越痛越拉？其实不用那么辛苦如果你正确的治疗，你在拉伸的情况是不会那么疼痛的。关于50肩的疼痛，我听过各式各样奇怪的说法。有说要热敷，有说是要冰敷，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如果你是有一个意外的创伤而造成肩膀的发炎，那我会建议说，一开始你可以先冰敷，去抑制它发炎的形成，然后往下进展成50肩的情形。那如果你已经50肩一段时间了，
那你可能会开始做一些运动拉伸嘛，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热敷。为什么？因为热敷可以帮助你的肌肉啊，或是一些组织的延展，那拉伸你会比较方便。医师，但是我之前有听一些长辈说啊，他说他有50间，然后泡温泉可以舒缓，那这是真的还假的啊？泡温泉，我们先不要把它当治疗，把它当一个辅助的方式如果温泉它变成是热的，然后水中也有浮力，所以对于你在拉伸肩膀会是有一些帮助。例如说你在水中去拉伸啊，你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疼痛，然后范围可以比较大。但是真正的治疗还是要靠医疗的辅助啊。有些人得到50间了，然后跑去推拿，但他觉得说，怎么越推拿越痛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也常常去推拿、放松、按摩，但是50间毕竟是在肩膀。肩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它可能粘连的地方会不一样。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粘连的点去做解开。那如果你没有知道是哪一个点去粘连的情况，你专门去推它的话，有可能造成发炎更严重，尤其是初期。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推拿，那就尽量不要去推你这个疼痛的地方，你要避免这个疼痛的位置。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网友另外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50间晚上痛到睡不着。要怎么办？而另外一个就是说，弄到一个不痛的姿势，例如说睡觉就手就举这样睡觉，可是这样子是好的解决方法吗？刚才有提到说，这些人他可能因为已经看过医生了，所以有建议吃消炎药。在疼痛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是可以的哦。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抑制他发炎的情况嘛。尤其是人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抗发炎的能力或激素会比较少。那这时候发炎会更明显。那你真的逼不得已，你吃的药也没有用的话，那你就要避免去压迫到你的肩膀。你可以在旁边去加一个枕头，让你不要翻身去压到它。举例来说，关节跟关节之间是本来就有一个空间嘛，那如果你一直压到它摩擦，那你可能发炎变严重了。那比较好的方式是就避开这件事。但如果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那第一个我们可以是找深海鱼类，富含一些 Omega-3 脂肪酸的，比如说鲑鱼、金鱼、秋刀鱼，这些可以让发炎比较不容易产生。是。那有一些喜欢吃蔬果，樱桃、蓝莓等。或者说有一些菠菜啊、花椰菜都是很适合的这些可以帮助一些发炎的代谢。是。那再来第三种，有些是加辛香料，比如说姜黄、生姜、大蒜、葱。常常保健食品里面你去看那成分都会有一些加姜黄。为什么要加姜黄？因为它其实有抗发炎的功效。是。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的话，这些东西就是蛮适合的，尤其是你在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是。接下来我来教大家1分钟预防50间运动。第一，肩关节拉伸，大家可以把手放到肩膀上，第一个方位往内侧拉伸，拉到顶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吸气、吐气，再往内延伸。这个动作做10秒钟10次。第二个动作是往上拉伸，尽量把它往上延伸，一样做10秒钟10次。第三个动作往后外侧拉伸，一样做10秒钟10次。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们可以做第二个动作，肩关节活动度运动。肩膀往外往内转，我们尽可能的旋转到最远端，每一天可以做20下。大家记得我们在做这个旋转的动作不要转太快，才不会造成关节摩擦发炎哦。一般50间的患者，他的手可能是没办法往前、往后、往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棒子来辅助，不管是扫把或是雨伞都可以。假设我现在右边这边是50间的手，那我们用一个棒子来辅助它。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把它往外侧外旋推；第二个动作，我们可以往后；第三个动作，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推。每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一天做10秒钟10次。不过医生，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已经确诊50间的人啊，他要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循序渐进去治疗？那如果最严重的话，真的要开刀吗？50间的治疗很多种，如果我们上 Google 你会听到说有针灸啊、热敷、电疗、复健啊、运动啊等等的。我要说这些治疗其实都是正确的，都是正确的，只是你应该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项目所以我这边帮大家区分，按照不同的分期去做正确的治疗。第一个，如果是在50间的疼痛期，疼痛期它是一个发炎期，肩膀在反复的发炎，所以这时候初期我们可以用消炎药或者是注射一些消炎剂，然后再搭配一些轻柔的活动、关节的活动，让它50间不要变得粘连的情况。
那初期如果你的治疗正确，其实你在2到4周大概都会改善非常非常多。那有一些人不幸呢，可能在临床上我看到大概有3-4成的人还是会进入到冰冻期的情形。以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共识的方式，就是做一个叫关节囊扩张术的治疗方法。那这个治疗方法是这样子的它等于在你的关节内去注入一些大量的生理食盐水啊，或消炎剂啊，或者有一些人打玻尿酸啊、葡萄糖等等的去帮助关节整个撑大。然后这次关节撑大开始有办法活动的时候，再去搭配拉筋啊，这样子其实也在2到4周内是可以很快的缓解的。它有一些情形，它其实不止50天，有一些肌腱、肌肉、韧带的撕裂伤啊、损伤啊，所以在这段期间也有一些会搭配一些增生治疗，例如说打一些增生修复剂，在这些受伤的位置去做修复。那在比较严重的50天，3到6个月，没有好，或者说你的状况真的很差，比如说我的手放在这里是0度。举到这里是180度好了，您真举不到一半，那你就有可能是顽固型50间。如果你是顽固型50间，上面的那一些方法你做了很久，我遇过最久的病人，他做了20年没有好20年没有好，做到的关节都变形了。那这时候传统的治疗方式可能就会跟你说那你要开刀啊，例如说推到手术房去把一些粘连的地方去做松解，或者说传统的方式把全身麻醉之后硬把手拉开。这个治疗方法比较传统，它会有一些后遗症，例如说有一些肌腱啊、肌肉韧带如果被强拉可能会有受伤的情况，或者是说反复的发炎造成患者不敢运动。那这时候就可能又在复发。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做另一种治疗，叫做改良式的扩张受冻术，跟传统的方式不一样，是我们不需要去做全身麻醉，所以患者基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感觉。这一点感觉是为了让患者知道说自己是没有被硬拉，是不会有过度的组织伤害的情况。那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肩关节的问题，不管是肩膀本身或者牵扯到附近的组织，有很多的构造嘛，对不对？我们会用超音波去看看底下的构造有哪些地方是特别粘连的。那我们就经过超音波去做一些精准的解离。像这个患者他原本只有30度的角度，马上当下就可以把手举到最高180度的角度，马上。对，马上。所以刚刚我提了这么多的治疗，其实如果你在对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介入，通常你到2到4周会有9成的改善，都是很容易发生的。那有一些患者会问说这个治疗是不是很贵？那我得坦白说，这个治疗目前都还不在健保给付内，还是自费的。但是今天讲那么多，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分辨说，你如果是哪一个分期，你就做那个方式的治疗，其实大部分健保补助。比如说疼痛期，你去看医生，你做复健、消炎；你在冰冻期，你真的不行，做扩张术；你真的不行，那才找正确的治疗方式去处理，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改良式的扩张受冻术，还是要由医生来决定适不适合来从事这样子的，是手术嘛？对不对？它不算是手术。因为什么叫改良式？因为它不用全身麻醉，不用进开刀房，不用划刀，所以它是改良式的扩张受冻术。它是不用开刀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不用动刀，不用动到刀。那我相信有很多50间困扰的患者都会去找医生医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治愈成功的案例呢？过年前有一个从洛杉矶来的患者，他在美国应该是医疗非常的发达的。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请他就是把手抬起来，他就这样子，他的肩膀抬不起来，这样已经快要2年了。他一开始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跟他说你先去运动啦。那他运动3个月之后，发现他越来越严重。其实回到刚刚讲，他那时候应该是疼痛期，在肩膀疼痛的时候，他去加强运动，结果发现说越来越严重。那后来呢，他又回去找医生，医生就说好，那不然这样子，你就来打针。可是他已经过了那一个最初的疼痛期了，他到冰冻期。那冰冻期他就打个针，然后叫他运动，他反而又不运动了，因为他想说我就是运动才变这样的嘛。整个搞错了，就搞错，整个搞反了，然后就整个错开，然后最后过了3到6个月变顽固型的，就这样慢慢拖，他后来其实放弃了，因为他来台湾也大概只有2周的时间。那评估他的状况，我帮他扫了超音波，知道说他粘连的部分在哪里，所以当他就决定跟他讨论说，那我们就做一个改良式的扩张受冻术。治疗完后，基本上当下他的角度的确就是恢复到像刚才那图，其实刚才那就是他了。所以以这个患者来讲，
他之前痛了2年，然后在这2周之间，他的肩膀的角度就从30度到180度，都很好的回国了。是，对，那最后当然我也是，大家都会怕说50肩会不会复发嘛，我们当然也教他一些预防复发的方式。50肩的朋友真的很多，那今天呢也带来这一本书哦，叫50肩一定治得好。这个光是名字给大家很大的信心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除了我们今天在下班经济学分享的资讯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的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简单的运动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不管是在疼痛期、冰冻期、减痛期的运动，然后教你们怎么分辨你是哪一种分期，你就可以知道说你适合哪一种治疗。好，那最后面呢，要请这个医师哦，就除了说，我们分享这个新书的资讯之外，还要请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康复期之后，要怎么样来做一些复健的运动，能让50肩不再复发。第3个动作呢，我们是要教大家康复期的肌力训练。首先找一个毛巾去夹在腋下，防止我们的肩膀往外展。再来我们找一个弹力带，手握2侧，手腕2侧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外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手肘轻轻夹着毛巾，不要让毛巾掉下来哦。这个动作每天可以做个20到25下。接下来是肩膀恢复期的稳定和控制训练，我们可以先找一边墙壁靠着，屁股或背靠着墙壁，我们的手肘和肩线平行，做一个 W 型，再往上推成 Y 型，再往下来。这个运动呢，每一天可以做20到25次。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不要往前摆出去哦。很多50肩的人都会有耸肩的情况，造成一直摩擦越来越严重。所以接下来这个动作是肩胛骨往后下压的动作。我们可以先找肩胛骨肩膀的位置，找到位置之后，可以把肩膀往下沉，每天做10次10秒钟。在做这个动作，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背下侧这里下前方肌附近会感觉到有点酸酸的感觉哦。每天可以做10秒钟10次。那我们在这个运动之后，来感谢医师今天来下班经济学分享，谢谢你，谢谢，谢谢医师，谢谢琼芳。